日军为了进军陕甘宁，抓来了大批的老百姓为他们修路，他们如同牛马一般，被鬼子随意驱使。小鬼子还时常跑到农民家里，将他们养的鸡给抓走。如果农户有丝毫祈求，鬼子就取下长枪恐吓威胁。被吓坏的大伯靠在树上，无意中碰到了靠在树上的锄头。一直遭受鬼子压迫的农民拿起了锄头，他悄悄地走到鬼子身后，抡起了锄头，将满腔的怒火向鬼子砸去。鬼子顿时被砸晕，趴在了地上。大伯继续抡圆了锄头，一锄头接着一锄头地砸向鬼子的脑袋。这头畜生终于被打死。大婶听见外面有动静，哄了一下孙子，就出来查看。马小鸡，这鸡怎么了？是不是饿了？大伯喊他过来帮忙，将鬼子的尸体抬进去。看到这一幕，大婶吓傻了，张大了嘴，然后浑身瘫软坐在了地上。看到大婶关键时掉链子，自己就索性一个人抓住鬼子的脚腕往里面拖，而松软的土地上也留下来拖拽尸体的痕迹。大伯还不忘关心一下大婶，你咋的了？但此时的大婶已经完全被吓得精神恍惚。快点起来，我来人，起来把门关上。眼看大婶什么忙都帮不上，也就连忙将鬼子的尸体拖进柴房，取下鬼子的配枪，然后用茅草将鬼子的尸体给盖上。大伯出来后发现地上有明显的拖拽的痕迹，就连忙拿起扫帚将地上痕迹抹去。此时的大婶还没缓过劲来，爹，你可站不起来呀！也就在此时，一队日本兵从低矮的院墙前走过，叫农户们出来干活。大伯和大婶能逃过这一劫吗？一头鬼子在偷鸡，被农户起锄头打死后，然后将鬼子尸体藏了起来。接着很快这名农民被鬼子拉去做苦力，给鬼子修路。在辛苦的劳作后，鬼子把所有劳工都集中在一起，说有一名士兵不见了，谁要是知情不报，那就是死啦死啦的。刚刚杀了鬼子的大伯心中紧张，被鬼子推了一下才反应过来。他一边干活一边想着怎么去处理那头鬼子的尸体。正在此时，来了几名日本记者，说是要拍中国女人的小脚。鬼子便把这些男人们集中过来，让他们各自换家里的一个女人过来。谁要是敢反抗，不同意，那就是死啦死啦的。男人们各自回家，紧接着一群女人被押送过来。杀了鬼子的大伯抱着孙子，自己的媳妇也被鬼子押走。女人心惊胆战，大伯安慰道：“我害怕，有我呢。”这些女人被押送过去后，根据要求踩平着刚铺的路面。鬼子记者在给他们的小脚拍照，小鬼子眉飞色舞的拍照，但是却没安好心。拍照过后，就挑选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拉到碉堡里，女孩们惨叫连连，其他女人们咒骂着可恶的小鬼子。接着一个女孩痛哭着从碉堡里跑了出来，纵身一跃，她满脸的伤痕夹杂着泪水，在此一刻结束了自己花季的生命。而小鬼子们还不罢休，命令女人们都不能走，如果天黑之前村里男人们不能把那名失踪的士兵交出来，就把这些女人全都杀了。这些鬼子太可恶了。而此时村里的男人们也在商量对策，他们会想出什么办法来救出那些女人呢？一个老伯拿出所有的手榴弹，拧开盖子，倒出引线，放在篮子里。接着第二个、第三个，将所有的手榴弹都放好后，再铺上了一层白布。接着将煮好的鸡蛋放了进去。就在他要把箩筐放回去时，想了想，又转回身，将篮子里的鸡蛋又拿2个放回箩筐里。他把箩筐放在孙子身旁的小桌上，看着孙子在对自己笑，他的心都快碎了。他抱起孙子做最后的道别。我的大孙子，我给你去换奶奶啊！把孙子再放在床上，拿起玩具和孙子最后玩了一次，然后他擦了擦眼泪，不舍得离开。就在他拿起篮子掂着鸡准备出去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什么，转回来给老牛加了些草料，这才放心的离开。一路上他唱着英雄战死沙场的戏曲，前往鬼子的基地。而就在鬼子准备开枪射杀所有女人的时候，他正好及时赶到。我给皇军送鸡和煮好的鸡蛋。鬼子让他放下东西赶快滚蛋。这时大伯告诉鬼子自己知道八路军的消息，并且知道那名失踪士兵的去向。鬼子大佐一听很高兴，就立马把他请了过去。鬼子翻译高兴地将鸡放在一旁。大伯说希望其他的士兵也来吃刚煮好的鸡蛋。鬼子们一听有鸡蛋吃，都连忙跑了过去。而此时村里的游击队也赶了过来，埋伏在附近的山头。大伯给鬼子们发鸡蛋，让鬼子们都集中了过来。这时鬼子大佐还着急地让老伯赶快将情报告诉他。老伯说道：上次溜的那个红车是爷杀的。接着一声声爆炸如同雷霆万钧，将所有的鬼子都送回了老家。老伯也因此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不过他的精神永远存在，让我们向老伯敬礼，愿他一路走好，愿他的故事在更多的华夏儿女中流传。如果你也喜欢抗战时期的历史故事，我来讲给你听。